我觉得我们选择在洛夫顿自驾真的是太正确了，否则我们可能会错过这些这么漂亮的风景。公路延伸向远方，但天空并没有昼色。12月的挪威，白昼退场，圆日不再出现，峡湾幽暗，冰雪覆盖。时光从此处开始，似乎停滞不前，而我们寻寻觅觅，在幽蓝之间，如同坠入了一场蓝色的梦。我们现在在特罗姆瑟的机场，要从这儿坐飞机到 Avis， 然后从那里自驾到洛夫敦。我们即将前往的罗夫敦群岛，位于挪威西北部，是一片位于北极圈内的群岛。在那里，每年大约12月到1月，太阳整天都不会伸出地平线。那里的世界将被留在长达1个月的昏暗之中。而就在飞往罗夫敦群岛的途中，舷窗外出现的一幕却让我们倍感意外和惊喜。这一团紫红色的暖焰照亮了云海，也铺满了第4纪冰川运动形成的峡湾。现在拿到了车钥匙，然后过会儿去停车场取车。这是我们第1次旅行自驾，有一点点小紧张。主要是挪威的这个路况也比较，这路上全是冰，所以要慢慢开。好，准备好，你走吧。我们的行程将从靠近挪威大陆的 Evenes 出发，一路南下，经过 Svolvær 和 Henningsvær， 最终到达 Hamnoidal 和 Rhein。出发不久，蓝调悄然降临，车辆行驶在静谧的公路上，天空既不沉入夜色，也不呈现白昼的光阴。车灯在寂静中划破黑暗，在模糊的世界里勾勒出唯一清晰的方向。到达斯洛维尔已经是下午5点，此刻已然天黑。就正式到达罗夫敦了。早饭后，斯沃维尔已经沉浸在一片幽邃的蓝青色之中。和大部分罗夫敦的小镇一样，这里的中心围绕着一处小小的港口展开。群岛人烟并不稠密，许多居民是维京人的后裔，世代与海为伴，靠捕鱼为生。港口方便渔民出海的同时，
目前也开始停靠各种观光游轮，而远处也能看到峡湾的山峰。探索罗夫顿的第一天，我们就看到了很漂亮的日出，很美。现在冬天在挪威是极夜，所以早上很黑，然后到10点左右会进入蓝调时刻，然后大概11点、12点，就有点像日出，但实际上太阳并不会真正的升起来，它就会几个小时保持这种又像日出又像日落的状态。正如所说，这里不会有真正的日出，却有着一场无日的朝霞。我们也在短暂日光的催促下，不做停留，再度启程。今天的行程是自驾行程的最短的一天，仅仅25公里，所以能在有限的白天里就到达目的地。而出发不久的我们，穿梭在峡湾之间，陡峭的山峰贴近海岸，白雪映衬黑石。这就是自驾的优势吧。我们在路边停了，就能看到这么漂亮的风景。我们恰巧赶在另一场晚霞前到达这里，目睹了日光正与极夜的另一场对峙。与其他鲁夫敦城市不同 ，Henningsvær 完全脱离主岛，所以在这短短的几公里内，我们需要跨过多座桥梁。这是一座漂浮在峡湾之间的北方渔村，并有几座小岛连接而成。岛上常住人口不到500人。岛屿被深蓝的海水、陡峭的雪山与狭长的峡湾环绕。而让人惊讶的是，这里的人们用一座岛建造了一座世界上最孤独的足球场。当极夜来袭，蓝调降临，灯火亮起，整座渔村如同游历在时间之外，安宁、孤寂。我们的车也渐渐驶入小镇。哇，太梦幻了！进入小镇时，天边璀璨的鱼霞已经消散，夜晚也即将来临。好开心！我觉得这儿太漂亮了。深色海水映着山峰的倒影，灯光在微波中摇曳。在这里，空气似乎也冷得清澈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房子。对于小镇来讲，在这里没有刻意的风景，只有真实的生活，而我们也只是恰巧经过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
风景。我们要住的小屋位于小镇的边缘，正对大海。我们来，好，这里有一个小客厅、小厨房。最棒的是这个风景，现在刚好是日落。现在去吃晚饭。哇，好温馨的样子。由于是圣诞假期，所以大多数餐厅和商店都已经歇业。我们在冷风里兜兜转转，终于找到了一家还在营业的小店。推开店门的那一刻，温暖的空气与热情的西班牙音乐瞬间把我们从寒冷中拽出。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，在这遥远的北方菜单，虽然用的是挪威本地的食材，但却写满了西班牙菜名。试一下罗弗顿的 fish soup 鱼汤。很新鲜。而在结账时，也好奇地和老板聊起，为什么在这么寒冷的地方开了一家西班牙餐厅。I thought I was bathing in fish all the time, but no, I was unable to find something. 此刻才知道，老板娘来自西班牙，而掌勺的厨师是她的丈夫，是土生土长的罗弗敦人。他们用北方海域最新鲜的食材，融入了地中海的味道。当极夜笼罩海湾，有人用一炉火、一锅汤和跨越万里的赤诚来守住了一方温暖。第二天清晨，蓝调如约而至。我们的小屋在暗角点亮了一处微光，天空在晨曦之间缓慢呼吸，而翻涌了一整夜的海水，此刻终于慢慢平息。嗨，大家早上好呀！其实昨天睡得一点都不好，因为这个房子一直在震动，外边的风太大了，还是有点吓人。现在外边天已经开始变亮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吃一个早饭，打算泡一些泡面当早饭吃。吃上，吃完出发。我们再度启程前往下一个目的地。就当以为这倾城的幽寂已经给今天定下基调的时候，可车窗外一抹突如其来的红色瞬间撞进了眼帘，而我们也毫不犹豫地停下车来。哇，天哪！我们开着开着就看到整个山变粉了，往后一看，原来是这么漂亮的阳光。再次出发，霞光已渐渐褪去，
四周重回宁静。近4小时的路程后，我们也到达了我们最终的目的地——哈姆内伊岛。我们现在就到了哈姆诺伊村，就是很出名的《孤独星球》的封面，就是在这儿拍的。我们这一次要入住的小屋，就是《孤独星球》封面上的红色房子。这就是这里的地图。我们的房子是哪一个？是这儿的56，看着对面的山景。OK， 请进。这儿就有一个卧室，和一个厨房，可以简单的做一些饭。往里边走就有一个小客厅，白天就能看到很美的山景。就是这个房子，然后有一个卫生间，这样，耶，就这样。今天是平安夜，我们现在要在外边去吃我们的平安夜晚饭，但是现在外面是狂风暴雨，我们走吧。这里的风超级大，虽然现在天已经黑的差不多了，虽然现在才是下午3、4点左右，但是我们还是想看一下那个孤独星球的封面的机位那边，刚来忍不住去看一眼，虽然可能什么都看不到。好，试一下拍一张。虽然不是最漂亮的时候，但是也很震撼这个位置。第二天醒来，世界已被一片深蓝包裹。此刻，外边风雨交加，天空被不断压低，万物被模糊了边界。太极端了，这个天气，能感觉到这个窗户都在动，这样好像有人往里面推，希望还能扛得住。这个挺好。我站在窗前，隔着一层玻璃，看着外面的世界翻涌不息。风雨短暂退去，我们走出屋外，走进这片让人倍感孤寂的北方世界。远处的群山只剩下深色的轮廓，静静伫立在云雾与海之间。就是这个位置，在这个桥上。
这些红房子实际上是一种叫 rowboat 的渔屋。row 意味着划船，boat是小屋的意思，所以这种小屋最早是给冬季来捕鳕鱼的渔民居住使用的。为了方便出海，所以通常直接建在海边木桩或岩石上。而鲜艳的红色是来自过去最便宜的饮料，是鱼油与含有铁氧化物的油漆，能够防腐防潮。如今这些小屋也都改建成了民居。我们出发去下一个地方，这里还有一个很出名的黄房子，我们去看一下。现在就在这个很著名的黄色的房子这儿，但是现在天气实在是太差了，什么都看不到。我们现在在黄色的小房子这儿，今天天气说实话不是很理想，但是其实这也是一种体验这里当地的生活的一种方式，因为这里肯定是经常这种天气状况，而且这里边的人都靠钓鱼、钓海鲜、抓海鲜生活。然后想象一下，他们也需要在这个时候在海上工作，也挺不可思议的，说实话。在无尽的极夜里，大自然收回了它所有的慷慨，狂风呼啸过峡湾，冰霜封锁住道路。冬日在这里的生活，更多是在极致寒冷与黑暗中对意志的反复磨砺。罗弗顿的魅力不仅是定格在山海，更是即便身陷极夜，人们依然会为生活搏命风浪，为爱的人守候一炉热烈的火。抵达从来不是目的，而是在无边的幽暗里，依然保有等待日出的笃定与渴望。